欢迎回来。1月17号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。这是习近平主席今年出席的首场重要多边外交活动，备受各方关注。周一下午，习近平发表题为"坚定信心，勇毅前行，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"的演讲。很高兴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。再过2周，中国农历虎年新春就要到来。在中国文化中，虎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。中国人常说"生龙活虎，龙腾虎跃"。面对当前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，我们要如虎添翼，虎虎生威。习近平强调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，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、一国一域，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。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，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。如何战胜疫情，如何建设疫后世界，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，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紧迫的重大课题。天下之事，不盛则衰；天下之治，不进则退。我们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，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。习近平首先提出要携手合作，聚力战胜疫情。坚定信心，同舟共济，是战胜疫情的唯一正确道路。任何相互掣肘，任何无端甩锅，都会贻误战机，干扰大局。习近平说，世界各国要加强国际抗疫合作，积极开展药物研发合作，共筑多重抗疫防线，加快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。特别是要用好疫苗这个有力武器，确保疫苗公平分配，加快推进接种速度，弥合国际免疫鸿沟，把生命健康守护好，把人民生活保障好。第二，化解各类风险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。习近平指出，世界经济正在走出低谷，但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。我们要探索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新动能、社会生活新模式、人员往来新路径，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，保障产业链、供应链安全畅通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走稳走实。世界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，坚持拆墙而不筑墙，开放而不隔绝，融合而不脱钩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。第三，跨越发展鸿沟，重振全球发展事业。习近平表示，全球发展进程正遭受严重冲击，人类发展指数30年来首次下降，一些发展中国家因疫返贫、因疫生乱，发达国家也有很多人陷入生活困境。不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把促进发展、保障民生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，促进现有发展合作机制协同增效，促进全球均衡发展。中国愿同各方携手合作，共同推进倡议落地，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。第四，摒弃冷战思维，实现和平共处、互利共赢。习近平强调，历史反复证明，对抗不仅于事无补，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。搞保护主义、单边主义，谁也保护不了，最终只会损人害己。搞霸权霸凌，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。国家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分歧，但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是无济于事的，和平发展、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。在演讲的后半段，习近平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走向。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时，习近平指出，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，中国经济总体发展势头良好。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%左右，实现了较高增长和较低通胀的双重目标。习近平表示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充满信心。
虽然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带来了巨大压力，但中国经济韧性强、潜力足、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。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充满信心。习近平强调，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，不论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，中国都将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。中国欢迎各种资本在中国合法依规经营，为中国发展发挥积极作用。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，稳步拓展规则、管理、标准等制度型开放，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，推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高质量发展。习近平说，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并再次就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。中国将坚信守诺，坚定推进。在演讲的最后，习近平还向世界发出一起向未来的冬奥之邀。达沃斯是世界冰雪运动圣地，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就要开幕了。中国有信心为世界奉献一场简约、安全、精彩的奥运盛会。让我们携起手来，满怀信心，一起向未来。好，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。管先生你好。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视频演讲，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。那您对这篇重要讲话有何心得体会呢？那么今天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主要呢分成3个部分。首先是对当今世界大事的精准分析与深刻把握，提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、国际社会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，那就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，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，如何来战胜疫情，如何建设疫后的世界。那么第2部分呢，是中国方案与中国主张，也是在回答前面提出的最紧迫的问题，包括4个方面：携手合作，聚力战胜疫情，化解各类风险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，跨越发展鸿沟，重振全球发展事业，摒弃冷战思维，实现和平共处，互利共赢。那么最后一部分呢，是以3个坚定不移来全面展现中国机遇的内涵与面向，再度向外部世界发出搭中国发展便车的邀约。当然了，北京冬奥会不到3周就将揭幕，习近平也在中国首都再度喊响冬奥会的主题口号，让我们携起手来，满怀信心，一起向未来。我个人体会外部世界应该会对讲话论述摒弃冷战思维的这个内容呢，尤其是对以4个任何所概括的4种行径最有感，一定也是最有共鸣。为什么您认为外部世界会对这4个任何的概括论述最有共鸣？我举个眼前的例子，就在世界经济论坛揭幕之前，美西方媒体都在炒作所谓的供应链安全议题，但是呢，他们不是在反思自身的战役雪崩式溃败，而是呢把猎巫的矛头指向中方。CNBC 财经电视台今天就引述摩迪投行报告称，说中国清零政策给全球供应链带来又一冲击。纽约时报今天也声称说，中国的战役政策会令全球供应链困境雪上加霜。那么这实际上就是最典型的美式甩锅，是所谓的媒体胁迫。为什么美媒对变本加厉的美国加州集装箱压港视而不见呢？中国最高领导人今天呢就特别强调指出，任何相互掣肘，任何无端甩锅，都会贻误战机，干扰大局。这难道不是最有力的反诘与告诫吗？习近平以4个任何来列举4种行径，包括打造小院高墙，搞平行体系，拉排他性小圈子、小集团，分裂世界，泛化国家安全概念，对别国经济科技发展搞遏制，煽动意识形态对立，把经济问题、科技问题政治化、武器化等等，这些不正是所谓动荡变革期世界最具代表性，也是最有痛感的乱象所在吗？是所谓零和博弈恶果的这种集中体现吗？世界苦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、霸权主义久矣，怎么办？那么习近平再次发出了有力呼吁，大江奔腾向海，总会遇到逆流，但是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。
搞保护主义、单边主义，谁也保护不了，最终只会损人害己。搞霸权、霸凌更是历史潮流而动。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，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。那么要而言之，就是摒弃冷战思维，实现和平共处、互利共赢。好，请冠尧先生保持在线，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您，谢谢。